从前结婚之后，先住老家3天，没有什么蜜月旅行这回事。后来就回到望平街诊所中特辟的新房，每天的家常菜肴都很考究，伙食费每天不过小洋6角，足见当时的物价是很安定的。难得上一次菜馆，我欢喜到北四川路吃广东菜，虹口新雅酒楼的合菜最精美。2个人吃是2菜1汤，叫做1元陶菜，收费1元。后来隔了好多年，新雅才到南京路开设新店。婚后生活渐趋正常，业务也跟着有了进展，开始仍有一段很艰难的过程。初时来看病的都是贫苦阶层中人，如司机、看门人以及店员等。由于这些人的重病看好了之后，才引起车主、业主、店主的重视。待到再看好他们主人的重病，又影响到资富阶层，于是门诊进入正常阶段，特别是3有实业社，职工扩大到3000人，所以他们付给我的每月诊费也提高到300元。这数字在当时与米价来说是很可观的。我的嗜好除了看戏之外，就是喜欢搜购医学古籍，分门别类的阅读和珍藏，家务都由定芬负责，处理得井井有条。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树童；一个女儿，取名树荣。如今也都娶的娶，嫁的嫁了。后来，在我和定芬结婚25年纪念时，我心里还曾想到爱丽丝，想到她的弟弟在百般破坏时说：“陈某人活动得很，将来一定有一妻数妾。”所以阻挠爱丽丝嫁给我，但是我至今仍然守着一夫一妻，想起来不禁暗自好笑。我常常想到自己该做一件伟大的事情，既要具有学术上的价值，又要能赚些钱。但是心理上只有一个轮廓，怎样去着手进行，觉得自己没有丰富的资料。我想到钱财的基础并没有多大价值，不如用一部分钱来收购医药古籍，手头上有了丰富的资料，便什么事都能打开了。那时节，我的生活已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，早起一定写一篇日记，记述上一日的事情、诊务的情形。日中每天有20几个病人，所以空余的时间较多，就乘机撰写医稿。诊务完毕后，就协同定芬看一场电影，然后拣一家菜馆进餐。那时节应酬不多，到东到西的只是找各种地方性的著名菜馆轮流来吃。从前上海菜馆很多，但是上菜馆多数是点吃个菜馆拿手的名菜，因此也养成我一种经究饮馔的嗜好，不但讲究吃的艺术，同时还要向厨师请教怎样配料和如何调味与烹制。我的小家庭中，本来每天菜肴只限定小洋6角，后来雇了一个女佣，对做菜颇有功夫，伙食费用逐步增加到小洋8角。定芬受到我的鼓励，学着做菜，累积了许多年时间，定芬竟然能够做出4冷盆、4热炒、4大菜和1品锅等，因此我就每月请2、3次客，所费不过6、7元之谱，但是菜肴已很丰富了。我绝不打牌，认为打牌是最费时失事、消耗有用的时间。定芬也难得打牌，我每天下午诊务完毕，总要抽出一些时间到3马路一带旧书铺去搜购旧书，兴趣浓厚。当时旧的木板书、宋版当然买不起，但是翻阅一下也爱不释手。元代版本比较多，书价的标准大概是原版课本每部2元，明版课本主纸最多，每部1元5角上下，要是宣纸印的才能卖到1元7、8角。清代的课本，西建的卖1元1、2角，普通的课本
都在1元以下，这是他们对熟客的标准书价。每一部书多数是4册6册，多的有24册40册等，那么价钱就不同了。书坊铺中每一种书都有一种定价，标价不问多少，我们熟客总是照上面所列的标准重新讨价还价。我自己把买到的书编成一份目录，凡是目录中尚未列入的书，每一种都想买，因此在个旧书坊，无人不熟，无一家不相识。在书坊中把看中要买的书堆在一旁，翌日书坊中人便会把它送到我诊所来。我因为在旧书铺逗留的时间太多，总是由订芬为我预备了7点半那场的电影票，到个旧书坊来找我，往往一找就找到，否则我会一直流连下去，乐而忘返。远游燕京，物价更连1年之后，我的医书目录已增到1000余种，于是越买越难，越买越缺。我就想到一定要亲自到故都琉璃厂去走一遭。医生的例规，每年腊月初8、9后，生意便进入淡季，要到次年正月半之后方能恢复旧状，所以我一到阳历12月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各地去旅行，苏州、无锡、镇江、南京以及杭州、西湖是我常去的。这几个地方的菜肴各有其不同的风格，我除了选饮择食、游山玩水之外，仍然不忘搜购旧书。但是这许多地方都是鱼米之乡，要买旧书，只有苏州还能购得一些稀见的版本。可是苏州人向天讨价，落地还钱，买一本书要费许多唇舌，尤其看我是上海人，要价更高。自从决意要想到北方去，订芬开心不已，因为他的胞兄胞姐都在北方教书，所以这一次定期预备在故都玩1个月，料不到后来竟然逗留到2个月，这是意料不到的，但收获之大也出乎意想之外。